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馬上切入主題。今年在 CES， 也就是2026的消費電子展上，有一個數字我覺得非常驚人，那就是跟 AI 相關的創新應用，它的數量啊，直接飆升了29%。你可能會覺得，29%嘛，就是個數字。不，這不只是一個統計數據，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訊號。這個訊號告訴我們什麼？就是 AI 啊，它已經不再滿足於只活在虛擬的螢幕裡面了，它現在正準備要走出來，真正的進入到我們的物理世界。這可以說是一場革命的開端。所以這就帶出我們今天最核心的一個概念，叫做實體 AI，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物理 AI。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解釋，你就想象我們把一個非常聰明的大腦直接植入到一個會動的硬體裡面，這個硬體可能是機器人，可能是你家的冰箱，重點是它能真的幫你做事，能跟我們這個真實世界互動。所以你看哦，過去的 AI 是在熒幕上顯示資訊給你看，對吧？但現在的實體 AI， 它是在現實世界裡動手幫你完成工作，一個是看，一個是做，這就是最根本的差別。好，那實體 AI 的第一個主戰場在哪裡？它要解決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那些我們常說的 3D 工作，也就是危險、dangerous、骯髒、dirty， 或是那種高度重複、很無聊的工作。說真的，這些事情長久以來本來就不太適合由我們人類來承擔，而現在看起來，機器人終於準備好了，他們要從生產線上的機械手臂進化成我們在現實世界裡面可以並肩作戰的真同事。那講到這個，就不能不提韓國的現代汽車集團，他們這次展現的決心可以說是相當巨大。他們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機器人不要再只是實驗室裡面那種拿來展示很炫的玩具了，不行，他們要把機器人變成工廠跟倉庫裡面真正不可或缺的核心生產工具。他們現在在做的是布局一個完整的價值網絡，目標就是要讓機器人跟人類員工之間能夠合作的天衣無縫，把整個效率拉到最高。那要說到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絕對就是 Boston Dynamics 推出的新一代 Atlas 機器人。你可能還有印象哦，舊的那一版 Atlas 就是那個很會後空翻，在網絡上爆紅的那個。它是液壓驅動的，動作超帥、超吸睛，但說白了，它比較像一個特技演員。可是你看，這次全新的版本完全不一樣了，它改成全電動的，整個外形更精簡、更實用。它的設計目標非常純粹，就只有一個，去處理那些重度的勞動工作。所以你看，這個轉變的意義非常重大，這代表機器人已經正式從一個表演者進化成一個真正的勞動者了。好，講完了工廠，我們把場景拉回到我們自己的家裡。接下來這個關鍵點，我相信跟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那就是家庭雜物這件事有沒有可能迎來終結的一天？你的家即將要變得更聰明，而且重點是真的能動手幫忙的那種聰明。你看哦 ，LG 這次就推出了一台叫做 Cloyd 的家庭助理機器人。你先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種只會在地上跑來跑去的掃地機器人，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它是一個完整的人形機器人，有2隻手臂，而且它的每一隻手還有5根可以獨立活動的手指。你想想看，有手指代表什麼？代表它可以做很精細的動作，像是輕輕地拿起你的衣服幫你分類，或者它可以很準確地幫你打開櫥櫃的門，拿出你想要吃的零食。這些都是過去的機器人完全做不到的細膩任務。那 Cloyd 的大腦，它的核心技術 ，LG 給它取了一個很酷的名字，叫做情感智能。它的運作邏輯大概是這樣：首先，它會用身上的攝影機跟麥克風來感知周遭的環境。然後呢，他會去理解當下的狀況，觀察、學習你的生活習慣。但最關鍵的是第3步，他會主動行動，而不是傻傻的等你下指令。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比方說，你下班回家，語氣聽起來很累，他偵測到了，他可能就會主動問你，要不要幫你把燈光調暗一點，要不要放個輕鬆的音樂。
你看，這種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更像一個貼心的夥伴，而不只是一台冰冷的機器。好，看完了 LG 的單兵作戰，我們來看看三星。三星的想法不太一樣，他們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不把寶壓在單一個機器人身上，而是要去打造一個完整的 AI 生活生態系。那這個生態系的核心在哪裡？答案是廚房。他們要讓整個廚房來幫你管理你的生活。那這個生態系的心臟是什麼？就是他們這台全新的 Bespoke AI 冰箱。這台冰箱真的很重要。為什麼？因為它是全世界第一台直接把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內建進去的家電。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冰箱裡面的攝影機功能大升級了。它不再只是讓你在外面用手機看看家裡牛奶還剩多少。不是，它現在可以做到精準辨識裡面放了什麼食物，然後幫你追蹤你是什麼時候買的，大概什麼時候會過期。更厲害的是，它看到有食材快過期了，還會主動推薦食譜給你，叫你趕快把它用掉，避免浪費。你看你的廚房，從此就多了一個主動的食物管家。好，講完了工作跟家務，我們來聊點輕鬆的，來看看娛樂領域。如果你到現在還覺得哇 OLED 螢幕的畫質已經是天花板了，是頂點了，那我必須說，這次 CES 展出的新東西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因為客廳娛樂的那個黃金標準已經被重新定義了。這個重新定義標準的新技術叫做 Micro RGB， 你不用管它背後複雜的原理，你只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下一代的顯示面板技術。它的重點在哪？就是它不管在亮度、對比度還是色彩的準確度上面，都全面超越了我們現在市面上最好的 OLED， 就是這麼簡單。特別是 LG 的展示，我覺得非常厲害。他們用了一個叫做動態頻率技術的東西，讓同一塊螢幕好像有雙重人格一樣，可以完美應付兩種完全不同的需求。怎麼說呢？你看當你在看電影的時候，它會自動切換到高解析度模式，追求那種極致的畫質跟細節。但是當你一打開遊戲機開始玩遊戲，它又能瞬間切換到240赫茲的超高更新率模式，保證你的畫面絕對絲滑流暢，完全沒有延遲。一機兩用，非常聰明。而且不只是畫質，尺寸也非常誇張，100寸，你沒聽錯，是100寸。我們在現場看到的展示機基本上都是75寸起跳，最大的直接來到100寸，而這個尺寸已經完全不是我們傳統認知中的電視了，這根本就是把一座小型電影院的螢幕直接搬到你家客廳，那個視覺衝擊力真很驚人。好，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深層的思考。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不管是會工作的機器人，還是聰明的家電，它們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運算核心，那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空殼，都只是空談。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拆解一下，在這場實體 AI 革命的背後，那個真正的大腦，也就是晶片技術。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目前台面上有2大巨頭正在主導這個戰場。首先是 NVIDIA， 他們專注的是提供實體 AI 的整個平台。簡單說，就是給機器人裝上一個大腦，讓他們可以理解我們這個物理世界，然後安全地在我們人類周遭自主行動。那另外一邊是 Intel， 他們專注的戰場是個人電腦的邊緣 AI。他們最新的 Panther Lake 處理器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讓你的筆電就算沒有連上網路，也能在電腦本機就處理好像是即時翻譯影片剪輯這種很複雜的工作。所以你看，一個主攻機器人，一個主攻你手上的個人裝置，分工非常明確。當然啦，創新也不只發生在晶片的內部。這也提醒我們一件事。當 AI 成為所有裝置的內大腦之後，那容納這個大腦的身體，也就是硬體本身，其實也得跟着一起進化才行。舉個例子 ，Motorola 這一次就展示了一款很酷的書本式折疊手機，它的外殼甚至是用那種木紋質感的設計，這就是在挑戰我們對於手機外觀還有耐用性的傳統想象。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的整理一下。如果只用一句話來總結這次 CES 最核心的趨勢，那會是什麼？我認為就是這句
AI 不再只是一個聊天機器人，而是我們冰箱、家庭甚至汽車內部的那個實體大腦。這是一個非常根本性的轉變。所以今天這集內容最重要的 take away， 那個最核心的結論是什麼？就是我們整個科技產業正在從過去那種顯示資訊給你看的設備，全面轉向能夠真正執行任務的硬體。我再舉個例子，你就更清楚了。你的手機是告訴你今天可能會下雨，但是未來的家庭助理是直接動手幫你把窗戶關起來。一個是告知，一個是執行，這就是最大的不同，也是為什麼這個趨勢對我們每個人的未來都這麼重要。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CES 2026其實揭示了 AI 的下一步非常清楚，就是走出螢幕，進入我們的物理世界。不管是幫我們處理危險工作的機器人，幫忙管理家務的家庭助理，還是那種提供極致娛樂體驗的顯示技術，這一切的核心都是要讓硬體動起來，真正為我們服務。那最後也留一個問題給大家想一想：人形機器人、超聰明的 AI 冰箱，還有那個100寸的大電視，如果今天你可以先選一樣帶回家，你會選哪一個呢？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